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正在悄悄伸进人类的大脑。有人不靠任何机器，凭着一个念头就能让密封玻璃罩里的物体移动。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飘离地面，飞过整座教堂。有人坐在没有窗户的密室里，却能准确说出几千公里外一座军事基地内部吊车与飞弹发射井的位置。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最近这几年，一种能直接读取你脑中念头，把你还没说出口的想法变成文字的技术，已经悄悄走出实验室。当一群顶尖学者开始用黑暗力量、思想入侵、认知自由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们不得不停下来问一句：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思想真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到很久很久以前，去看看那些被历史记录下来却无法被科学完整解释的怪事。今天这集我们会一层一层往下挖，从会飞的修士到能停住心脏的家庭主妇，从中情局养了20多年的通灵间谍，到席卷全球榜首的读心播客，一直挖到如今实验室里那台能把脑袋变成打字机的机器。我提醒你，越往后看会越觉得不对劲，因为你会慢慢发现，那个传说中的黑暗力量可能根本不是什么鬼神，而是一种我们亲手造出来却已经快要控制不住的东西。这集会比较长，也比较烧脑，但我保证看完之后你看待自己这颗脑袋的方式会不太一样。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我们先从悬浮说起。在所有超自然现象里，一个大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飘起来是最难造假也最让人无法接受的一种。毕竟移动一根火柴，你还可以怀疑藏了细线，可一个成年人整个飞上半空又该怎么解释？而在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飞行案例发生在一位修士身上，他叫古柏蒂诺的约瑟，出生于1603年的意大利南方，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他小时候被认为又笨又怪，常常张着嘴发呆出神，连被送去当鞋匠学徒都做不好，街坊邻居干脆就叫他笨蛋。可就是这个被所有人看扁的年轻人，后来成了天主教历史上最著名的飞行圣人，连太空人和飞行员的主保圣人都是他。根据当时留下来的记录，约瑟在做弥撒，在祷告，甚至在和人吃饭，手里还端着盘子的时候，会突然整个人腾空而起，悬在半空，有时候停留好几分钟才缓缓落下。最夸张的一次是在一场纪念圣方济各的游行里，他当着一大群人的面突然发出一声叫喊，飞上了天空，盘旋在人群头顶。等他回过神来，竟然羞愧地逃回母亲家里躲了起来。还有一次，几个工人正费力地想把一座沉重的十字架立进底座，怎么也立不起来。约瑟竟然飘了过去，轻轻松松把十字架搬起来，放进了底座。在教堂里，在餐厅里，无数人亲眼看着他从地上升起。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中世纪的乡野传说，添油加醋而已吗？问题就出在这里，为约瑟的飞行作证的不是几个无名小卒，而是上百位身份显赫、有名有姓的人，包括贵族、主教、外国来的王公。有人统计过，关于他的宣誓证词和书面记录大约有150份，而且很多都发生在大白天。在众人面前，研究早期近代史的历史学家卡洛斯·艾里曾经很认真地研究过这些记录。他的结论是，这些飞行的描述太极端，发生的场合又太公开，几乎不可能是魔术道具或集体歇斯底里造成的。作证的人地位那么高，数量那么多，让这些证词显得格外可信。当然，身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他最后只能诚实地说，这些证词看起来是真的，但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真的飞起来，这已经超出了历史学能回答的范围。更有意思的是，教会对约瑟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他飞行的名声后来推动他在1767年被封为圣人；另一方面，他的上司其实很头疼，甚至责备过他，因为一个人随时随地会飞，实在太难管，也太招摇了。约瑟自己也觉得羞愧，他把自己这具不受控制、动不动就要往天上飘的身体，自嘲地叫做那头驴子。
还用苦修和折磨肉体的方式来惩罚他。你想想，一个能飞的人却为自己会飞而痛苦，甚至想尽办法压抑他，这个细节本身就比任何传说都要奇怪。如果是造假，他何苦要对自己的招牌绝活如此抗拒？如果说约瑟是宗教时代的代表，那么到了科学昌明的19世纪，又出现了一位几乎可以和他并列的人物——苏格兰通灵师丹尼尔·霍姆，活跃于1833年到1886年之间。和躲在教堂里的修士不同，霍姆是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在众人围观的降神会上表演漂浮。他的传记作者说，他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据说他漂浮了100多次，而且很多次是在光线充足、有多位可靠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房间。最有名的一幕发生在1868年的伦敦。据在场者描述，霍姆从3楼的一扇窗户飘了出去，悬在半空，又从另一扇窗户飘了回来。霍姆一生最让怀疑论者抓狂的一点是，他从来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被当场抓到作弊。许多科学家试图揭穿他，最后却一个个被弄得灰头土脸。当时最顶尖的化学家之一克鲁克斯曾经用各种仪器测试过他，记录到一些他无法解释的现象，这让克鲁克斯本人付出了不小的名誉代价。当然，后世的研究者并不买账。霍姆最权威的传记作者、历史学家彼得·拉蒙特在仔细研究了一辈子的资料之后，最后给出的看法是，霍姆是个骗子，只不过他的手法到今天都还没有人能完整解释。你看，这句话本身就充满张力。一个被认定的骗子，他的把戏却无法被破解。这正是整个灵媒时代留给我们最吊诡的遗产。其中最有名的一组测试发生在1871年，克鲁克斯把一架手风琴放进一个特制的铜丝笼子里，霍姆只用一只手碰着琴的一端，而那只手始终在所有人的视线之内。据克鲁克斯记录，笼子里的手风琴竟然自己拉动，奏出了曲调。在另一组实验里，克鲁克斯用精密的弹簧秤去测量一块木板，霍姆只把指尖轻轻搭在木板的一端，秤上显示的重量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向下压。要知道，克鲁克斯当时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是发现了一种化学元素的大科学家。他坚持把这些观察发表出来，结果换来的不是赞誉，而是同行的嘲笑和孤立。直到今天，人们也说不清，他到底是被一个天才骗子彻底愚弄了，还是真的撞见了某种科学还无法解释的东西。一个一流的科学家赌上自己的名声，也要说这是真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让人沉思。其实在霍姆的时代前后，类似的灵媒一抓一大把，比如那位以掀桌子让物体在半空中漂浮闻名的女灵媒帕拉迪诺，也曾让不少科学家半信半疑。但她和大多数同行一样，最终都被怀疑论者和科学家逐一抓到了造假的破绽。除了西方，在东方的藏传佛教古老典籍里，也有不少关于修行者在深度禅定中悬浮的记载，描述僧人进入极深的专注状态后，仿佛可以暂时摆脱地心引力，安静地漂浮在离地数尺的地方。现代的怀疑论者当然会立刻提醒你，街头魔术师那种看似漂浮的把戏，其实只是一种利用视角错位的小技巧。网络上到处都是教学影片，看完你也能表演，所以问题就变得很尖锐。那些几百年前的飞行记录，会不会也只是同一类骗术？只是当时的人不懂门道。面对这个问题，科学家其实也有过大胆的猜想。有人甚至认真讨论过，这些人会不会是无意间操控了我们身体内部那种极其微弱、连接分子之间的范德华力，像调光开关一样，短暂地抵消了一部分重力。他们甚至联想到圣经里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故事，怀疑那会不会也不是纯粹的神迹，而是一种关于人类心智潜能的隐喻。这些猜想听起来很离谱，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连严肃的研究者都不敢轻易把这些记录全部当成谎言一笔勾销。悬浮还只是让人惊讶，接下来这位主角则直接让2个超级大国都紧张了起来。他叫妮娜·库拉金娜，出生于1926年的列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他不是什么神秘教派的人物，而是一位参加过2战、当过坦克部队成员的家庭主妇。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苏联妇女，却在冷战期间掀起了一场横跨美苏的通灵军备竞赛。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据说库拉金娜某天在家里无意间发现自己只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就能让信封之类的小东西移动。她形容那种感觉是体内升起一股灼热，沿着脊椎往上爬，然后延伸到身体之外。在一个无神论主导、公开排斥一切神秘主义的苏联社会里，研究这种东西其实是要冒风险的，但他的能力实在太引人注目。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超过25个受人尊敬的研究机构，包括苏联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都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研究过它。为了排除藏线和磁铁的可能，科学家把要移动的物体罩在密封的玻璃罩里，甚至放进真空中。结果很有意思，在密封玻璃罩下，它依然能让物体移动，唯独在真空里，它什么也做不到，仿佛它操控的那股力量需要某种介质才能传递。1968年，一些拍摄它移动火柴棒、波动指南针磁针的影片被西方研究者偷偷带出了苏联。画面里，他有时用手势，有时只靠眼神死死盯着，物体就开始挪动。据报道，他甚至能改变镭射光的路径，能把浸在盐水里的鸡蛋、蛋黄和蛋白分开。但真正让全世界倒吸一口凉气的是1970年的一场实验。在列宁格勒一所军事医学机构里，库拉金娜据说只用意念，就让一颗刚刚取出泡在能维持跳动溶液里的青蛙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场的苏联医生用电极监测着心跳，整个过程花了7分钟。而他自己的心率在这期间急剧飙升，光是准备就花了20分钟。接着，他又试图反过来加快房间里一位对他充满怀疑的医生的心跳。2个人都接上了心电图机，一个能用意念停住心脏，又能拨快心脏的人，这在当时听起来简直就是行走的武器。这种能力对他的身体是巨大的折磨。医学检查显示，他在展示这些能力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脉搏一度高到每分钟200下，体重会在短时间内下降，血糖也会紊乱。一位英国研究者赫伯特曾经报告，当库拉金娜用手碰了一下他的手臂，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灼痛，手臂上出现了一个烧伤的痕迹，整整8天才愈合。正是这些从铁幕后面流出来的影片和报告，让美国坐不住了。一位后来投奔西方的捷克生化学家还曾透露，苏联的通灵实验室正在试图把这种能力武器化。美国于是发起了一项联合情报评估，专门研究他们所谓的苏联精神能量威胁。经过2年研究得出的报告认为，苏联正在发展通过某种难以察觉的方式控制或操纵人类行为的方法，而他们对这一领域的投入极其庞大。也正是在这样的恐惧下，美国自己的通灵计划被正式推上了台面。当然，我们必须非常公平地说，怀疑论者对库拉金娜的指控同样从来没有停过。从一开始，最早邀请他进实验室的那位老教授的年轻助手们就坚信他是用看不见的细线在愚弄这位轻信的老人。后来校方甚至下令停止实验，批评者一直认为他可能藏了磁铁和细线，那些灼热和烧伤也可能来自他自己悄悄藏着的东西。一个关键的事实是，虽然苏联内部对他做了大量研究，但在他那些受监督的实验之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实验室能在排除一切感官线索和作弊可能的严格条件下重复出他那种违反物理定律的效果。西方研究者来访时也注意到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比如他明明能让一个方块移动，却无法影响旁边的骰子。换句话说，他到底是真有异能，还是一个极其高明又愿意忍受痛苦来维持表演的骗子？这个问题在他1990年去世之后依然没有答案。如果说悬浮和巨力还停留在表演和展示的层面，那么接下来这件事就直接动用了国家机器，花的是真金白银。我们前面说过，被库拉金娜吓到的美国启动了自己的通灵计划。这个计划前前后后换过好几个代号，最有名的一个叫做星门。从1972年开始，一直到1995年被解密。美国的情报机构联合了著名的史丹佛研究院，在马里兰州的军事基地里花了20多年的时间和大量纳税人的钱，
认真研究一种叫做遥视的能力。什么是遥视？简单说，就是让一个受过训练的人，在完全不知道目标是什么的情况下，只靠一组坐标或者一个密封的信封，就用心灵去看见远方的某个地点、某个物体，甚至某个事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解密文件里的一些案例至今让人毛骨悚然。据说这个计划的成果曾被用来寻找被绑架的儿童，定位敌方的潜艇，甚至追踪一些逃亡的人物。这个计划的起点其实比正式立项还要早。早在1970年代初，史丹佛研究院的2位物理学家就开始私下测试一些声称有特异功能的人，其中包括一位后来举世闻名能让钥匙和汤匙在镜头前弯曲的表演者。他们设计了一套叫做坐标遥视的方法，让受试者仅凭经纬度去描述远方的地点，据说准确的惊人。这些早期成果正是说服军方和情报机构掏钱的关键。在这个计划漫长的历史里，还流传着一些被反复提起的所谓战绩。比如有一次，一架在非洲坠毁、搭载敏感设备的军机遍寻不获，据说一位遥视者给出了大致方位，最后帮忙缩小了搜索范围，连当时的美国总统都公开提起过这件事。更传奇的是，一位主管陆军情报的高层将领本人就是坚定的相信者，他甚至认真尝试过用意念穿墙，结果只是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墙上。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后来流传甚广，还成了一部知名电影的灵感来源。他们究竟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冷战焦虑下的夸大，至今众说纷纭。最著名的遥视者之一是一位前警察，叫普莱斯。在一次有完整记录的任务里，他被要求远程侦察西伯利亚一处秘密的苏联设施。他不仅描述了建筑的物理布局和功能，还准确说出了里面吊车、发射井和安全警戒线的位置。画出的草图后来和实际情报被认为有不少吻合之处。还有一个受访者更夸张，据解密文件记载，他在扫描苏联境内一个无线电监听站时，竟然报出了精确到秒的经纬度坐标，接着描述了那个地点周围的地形，海拔大约6000多英尺，灌木丛、冻土地面的隆起、岩石的露头，以及坡度颇陡的山脉。这种精确度是巧合还是真的看见了？而星门计划里最离奇的一场任务发生在1984年，一位被称为遥视者001的退役军人乔麦克莫尼格尔接到的任务是去看一个坐标以及一个时间，大约100万年前的火星。他事先完全不知道这个坐标指的是哪里，更不知道时间设定。结果他描述出了高大的结构，类似金字塔的建筑、沙尘暴一样的天气，甚至还有他认为住在地下濒临绝境的某种高大生命。在这个计划的后期，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任务，比如有遥视者被要求去寻找传说中的约柜，据说他画出的草图竟然和圣经里的描述惊人的吻合，描述出一个用木头、黄金和白银做成，形状像棺材，上面装饰着天使般造型，被藏在中东某个潮湿黑暗地下的容器，附近还有圆顶建筑，以及说着某种语言、穿白袍的人。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简直神了？先别急，我们同样要把另一面讲清楚，这也是这集最重要的态度。星门计划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它是在1995年被中情局自己组织的一次外部审查之后正式关闭的。审查请来了不知情的外部行为科学家来评估，结论非常冷酷。在20多年的时间里，遥视从来没有提供过任何一条能让情报部门真正拿去采取行动的可靠又准确的情报。那些听起来很准的案例，往往是事后从一大堆描述里挑出来的，而大量不准、模糊、互相矛盾的描述则被人们选择性的忽略了。这在心理学上叫做选择性记忆。所以对于遥视，今天主流科学界的看法是，这是一个耗费巨大，最终被认定为没有实用价值的项目。它既留下了一堆让人浮想联翩的解密档案，也留下了一个冷静的教训。人类太容易记住那些碰巧说中的部分，又太容易忘掉那些说错的部分了。好，到这里为止，我们聊的还都是过去的故事，是传说，是冷战，是已经被关闭的计划。你大可以松一口气，告诉自己这些都是上个世纪的奇谈，
和今天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但接下来，我要把话题转到当下，转到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上。我必须提醒你，真正的思想入侵从这里才刚刚开始，而且这一次它是真的。有同行评审的论文，有上市的产品，有正在被通过的法律。我们先看一段更黑暗的历史。早在1953年，美国中情局就启动了一项极度机密的精神控制计划，试图用药物、催眠和各种手段操控人的心智。这段历史后来部分解密，震惊了整个社会。也是在同一段时期，苏联被发现用微波长期照射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这就是著名的莫斯科信号事件。它直接催生了美方一个研究微波对生物和行为影响的潘朵拉计划。后来人们发现，苏联当时的真正目的可能是电子干扰和窃听，而不是控制心智。但那种被看不见的射线笼罩的恐惧已经种下了。1961年，美国神经科学家弗雷第一个发表论文，证明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短脉冲的无线电波能让被照射的人在脑袋里听到咔嗒声和嗡嗡声，这后来被称为微波听觉效应。到了1973年，一位叫夏普的研究者，据说在一所陆军研究机构里，成功地把词语直接以调制过的微波传进了自己的脑袋。到了2002年，美国空军甚至为这样一种技术申请了专利，描述一种能把声音绕过耳朵直接送进人脑的装置。正是这些真实存在的研究，加上那项精神控制计划的阴影，催生了一个延续至今的现象。世界各地有不少人坚信，有人正在用无线电波把声音和念头塞进他们的脑子，逼他们做事。他们把这种技术叫做脑对脑传输。对此，我必须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主流医学和心理学界的看法是，这些自述被攻击的人，绝大多数其实是在经历一种未被诊断出来的状况，比如幻听或妄想。那些声音来自他们自己的大脑，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射线。微波听觉效应确实存在，但它和那种能往你脑中持续灌输完整语句，甚至远程操控你行为的科幻武器，完全是两回事。把一个真实但极其有限的物理现象夸大成无所不能的精神控制机器，正是恐惧最喜欢走的那条路。包括近年来被热议的一些外交官出现的不明症状，至今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那就是某种定向能武器在攻击大脑。所以对这类说法，我们既不全盘否定背后的物理基础，也绝不轻信那些被无限放大的阴谋版本。可是故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反转。就在人们以为读心只是患者的幻觉，只是冷战遗留的都市传说时，真正的读心术却在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地方悄悄诞生了，那就是严谨的戴着白手套的神经科学实验室。2023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团队公布了一套他们称为语义解码器的人工智慧系统。它能做什么？它能把一个人大脑的活动转换成连续不断的文字。受试者只要躺在功能性磁振造影机器里听一个故事，或者仅仅在心里默默地想象自己在讲一个故事，这台机器就能解读出他脑中内容的大意，输出成一段文字。注意，他读出来的不是一字一句的逐字稿，而是意思是你正在想的那件事的大概轮廓。它不需要在头颅里植入任何电极，是完全非侵入式的。它背后用的正是和那些大型聊天机器人同源的人工智慧模型。这套技术原本的善意目的是帮助那些中风或渐冻症患者，虽然意识清醒，却无法开口说话的人，重新与世界沟通。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值得我们特别留意。过去要想精确地读取大脑，往往得动手术，把电极植入颅骨内部。这类侵入式的技术虽然精准，却有很高的门槛和风险，愿意接受的人也少。而这套系统最让人不安的地方，恰恰在于它完全不用开刀，只靠在体外扫描就能读出意义。这意味着读心这件事的门槛正在被大幅拉低。曾经你的念头之所以安全，是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在不切开你脑袋的前提下看见它。这是一道由生理结构提供的天然的防火墙。可是当机器隔着厚厚的头骨就能勾勒出你心中所想的轮廓时，这道天然的防线就出现了一道细小却致命的裂缝。
研究者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在公布成果的同时也反复强调，必须在技术真正成熟之前，就先把保护心灵隐私的规则建立起来，否则一旦失控，后果将无法挽回。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除了把念头变成文字，另一条研究路线正在尝试把大脑看到的画面直接重建出来。研究者让受试者观看一张张图片或一段段影片，再用人工智慧去分析他们大脑视觉区的活动，竟然能还原出一幅幅模糊却可以辨认的影像，重建出受试者刚刚看过的东西。更有团队把这套思路用在睡眠和回忆上，试图一窥人在梦境或想象中看见的景象。把这些研究线索拼在一起，一个从前只存在于科幻小说里的图景正在慢慢成型。未来某一天，你脑中的文字，你眼前的画面，甚至你梦里的场景，理论上都可能被外部的仪器读取，并转译成别人看得懂的形式。当然，现阶段这些技术都还很粗糙，需要受试者长时间躺着配合，离随时随地偷读一个陌生人的脑袋还很远很远。但科技进步的速度往往超出所有人的预期，这也正是为什么全世界最清醒的一批学者要赶在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就先把警钟敲响。你可能会觉得这还不够准，还需要训练很久，每个人都得重新校准，所以离真正的读心还很远。那么2025年的进展会让你更不安。同一个团队在这一年发表了改进版，新的方法甚至能适用于那些无法正常理解语言的人，而且训练时间从过去的很多小时大幅缩短到大约1个小时。受试者只要躺着看一段没有声音的卡通短片，系统就能快速适应这个全新的大脑。换句话说，那道原本需要长时间个人化训练的高墙，正在被一点一点推倒。更让人震撼的是，2025年，日本的研究者公布了一种被称为脑中字幕的技术。它不再依赖大脑的语言区，而是直接解读大脑视觉区和联想区里编码着意义的那部分活动，然后用深度学习模型把这些活动变成一句句通顺的描述。也就是说，你正在看什么画面，甚至你闭上眼睛正在回忆什么画面，这台机器都有可能读出来，再用文字把它写成句子。研究者把它称为一种把意义画成地图，而不是模仿说话的全新解码方式。请你停下来仔细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几百年前那位飞行修士想要证明的，那位苏联主妇用念头停住心脏想要展示的，那些通灵间谍试图隔空看见的，本质上都是同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的心灵是不是独立于肉体之外的存在？在脑袋这层颅骨之外，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进得来又出得去？而现在，人类第一次真的有办法把手伸进别人的脑袋里了。只不过伸进来的不是鬼神，不是异能者，而是一台机器，一套演算法。连这些研究者自己都在论文里反复强调，随着这类技术变强，关于心灵隐私的伦理保障将变得极其关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说到这里，也许你开始有点怀疑，那些古老的超能力会不会其实一直都是真的，只是被科学傲慢地忽略了。正好就在最近，这个问题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点燃了全世界。2024年，一档叫做心电感应录音带的播客悄然上线。它的主题很大胆，声称一些重度自闭、无法说话的孩子竟然拥有心电感应的能力，能够读出父母和老师心里默念的词语，能说出藏在背后的卡牌花色，甚至能读出母亲正在默读的一本书里的字句。这档节目的数据才是最惊人的部分。他在2025年初一路冲上了美国和英国播客排行榜的顶端，一度把长期霸榜的那档超级热门访谈节目都挤了下去，至今仍稳居前列。据信已经有数百万人听过他那些令人屏息的内容。为什么一档讲超能力的节目能红成这样？有人说，这反映了某种后疫情时代的集体心境，人们对主流科学说法的信任在动摇，对神秘和超验的东西越来越开放。但是我同样要把科学界严厉的另一面原原本本讲给你听，这非常重要。这档节目受到了大量专业人士的猛烈批评，核心问题在于它所依赖的测试方法是一种早已被广泛质疑，名叫辅助沟通的技术。
在这种方法里，一位辅助者会扶着自闭孩子的手或手臂，协助他在字母板上选字。问题是，大量已发表的研究显示，真正决定打出什么字的，往往是那位辅助者本人，而不是孩子。这在心理学上是一种无意识的引导。美国的言语语言听力协会明确建议不要使用这类方法，认为它剥夺了当事人独立沟通的权利。批评者直言，这档节目把未经严格验证的东西包装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换句话说，那些看似读心的奇迹，很可能只是辅助者在无意间把自己脑中的答案借孩子的手打了出来。所以对待这档现象级的节目，我们既要理解它为什么能打动那么多人，也要守住那条最基本的底线：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不过，这档节目的爆红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讯号。它之所以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席卷数百万人，靠的不只是猎奇，更是它触碰到了许多父母内心最深的渴望。那些有着无法说话的孩子的家庭，太想知道自己的孩子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太想相信在那道沉默的墙后面住着一个完整、丰富、能爱能懂的灵魂。这份渴望是如此真实，如此动人，以至于人们愿意暂时把怀疑放在一边。这也提醒我们，为什么关于心灵和读心的故事总能一次又一次抓住人类的心。因为在最底层，我们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脑袋里，都渴望被另一个人真正的、完全的理解，渴望那种心意相通，不必开口就能彼此明白的连结。心电感应之所以是人类最古老的幻想之一，正是因为它许诺了一种终极的、不再孤独的可能。而这份渴望有多强烈，当有一天技术真的能窥探内心时，我们可能就有多么措手不及。说到证据，这就要提到一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辩论。为了严格检验心电感应到底存不存在，研究者设计了一种叫做全域场的实验。简单说，就是把接收者放进一种轻度的感官隔离状态，眼睛蒙上柔光，耳朵听着白噪音，让大脑处在一种放空的背景里，然后让另一个房间里的发送者努力把一张图片的内容用意念传给他，最后让接收者从4张图里选出刚才被传送的那一张。这个实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数字，在纯粹靠运气的情况下，接收者猜中的几率应该是1/4，也就是 25%。但是把几十年来大量的全域场实验汇总起来分析，接收者的命中率稳定地停在 32% 左右，明显高于碰运气。著名的支持者迪恩·雷丁曾经把这种偏差算到极致，宣称命中率高到让这一切纯属偶然的几率是上万亿分之一。另一位心理学家贝姆更是把相关的研究发表到了主流的顶尖心理学期刊上，引发轩然大波。因为那意味着一群完全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主流心理学家第一次正面看到了这些数据。但是请务必记住故事的另一半，怀疑论者的火力同样猛烈。心理学家布莱克莫尔年轻时曾满怀期待地拿到资助，跑去一位以实验结果惊人著称的研究者实验室学习，本想偷师，结果却亲眼发现对方在实验中故意违反自己设定的规则，几乎可以确定是在作弊。这让他从一个热忱的相信者变成了冷静的怀疑者。另外，当不同的研究团队试图去重复那些成功的结果时，命中率时高时低，难以复制。有人汇总出明显的效果，另一些人重新分析后却发现效果消失了。双方为了该不该剔除某些异常的研究吵了几十年。所以，关于心电感应，最诚实的结论或许是这样：存在一个微小的、无法用已知物理或生物机制解释的统计偏差，但它太弱，太不稳定，没有任何一个团队能够按照命令可靠地把它重复出来。它既不肯被证实，也始终不肯彻底死去，就这样悬在科学的灰色地带里。好，我们绕了一大圈，从会飞的圣人讲到能读脑的机器，讲到席卷全球的读心播客，讲到争论不休的实验室。现在是时候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了，那个被顶级专家警告的黑暗力量到底是什么？我想答案可能和你一开始想的完全不一样。它不是教堂上空的漂浮，不是隔空遗物的异能，也不是哪个间谍的天眼，
更不是什么读心的孩子。真正让今天最清醒的学者夜不能寐的是另外一件事，一件正在你我身边安静发生的事。请你听好下面这组真实的时间线。2021年，智利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把神经权利写进宪法的国家，明确保护公民的心灵隐私和大脑完整性。2023年，智利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被称为里程碑的判决，裁定一家美国神经科技公司必须删除它通过一款脑电头环从一位前参议员那里收集到的脑部数据。这是第一次有最高法院真的为心灵隐私动用了司法的牙齿。2024年，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成为第一个把神经数据纳入隐私法保护的州，州长签署法案，承认大脑活动数据和指纹基因一样，属于最敏感的个人资讯。紧接着2025年，加州、蒙大拿州等地也陆续跟上，要求保护那些在医疗场景之外被各种消费级设备收集走的脑部数据。同年，美国医学会呼吁加强对神经数据的监管，几位参议员也联名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去调查那些可能正在剥削消费者脑部数据的公司。这场关于大脑的立法浪潮正在迅速向全世界蔓延。在智利之后，墨西哥、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也纷纷把神经权利的讨论搬上台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公开警告，神经科技和人工智慧的结合可能对人类的尊严和自由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并着手推动全球层面的伦理框架。在欧洲，西班牙早就把数位环境下的权利写进了宪章，其中就包含对思想自由的保护。回头看那桩智利的判决，它之所以被反复称为里程碑，是因为法院第一次明确认定，从你大脑里采集到的讯号不是普通的数据，而是触及人格核心的特殊资讯，必须受到最严格的对待。当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愿意为了一个人脑中的电讯号去命令一家科技公司把数据删除的时候，这背后传递的讯号再清楚不过。人类已经第一次集体意识到，最后的隐私堡垒就是我们的这颗大脑，而这座堡垒的城墙正在变薄。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要这么急着立法去保护你的大脑？因为一份来自神经权利倡议组织的调查揭开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在30家可以在网络上买到神经科技产品的公司里，有29家都能取得你的大脑数据，而且对这种取得几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限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能把你的脑部数据分享给第三方，只有不到1/5%的公司提到加密，承诺在数据外泄时通知你的更是寥寥无几。把这个事实和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能读心的解码器放在一起，你应该已经看清那个黑暗力量的真面目了。它不是超自然的，它是技术的，它不是来自地狱，而是来自我们亲手建立的把人工智慧和神经科技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市场与权利。今天那些戴在头上声称能帮你冥想、帮你提升专注、帮你监测睡眠的设备，记录的正是你大脑的电活动。专家警告，虽然现在的设备读到的还只是比较基础的讯息，但配合上越来越强的人工智慧，它从这些脑电图案里能挖出来的东西正在指数级地增加。你不妨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你买了一副新潮的耳机，它号称能侦测你的专注度，在你走神时提醒你，你带上它工作，带上它睡觉，带上它玩游戏。它确实很好用，可与此同时，它也在日夜不停地记录着你大脑的电活动，而这些数据，根据那份冰冷的调查，很可能正被悄悄地传给你从未听说过的第三方。今天，它也许只能读出你是清醒还是疲倦，可是当演算法越来越聪明，当这些零碎的脑电讯号被海量地累积，再交给人工智慧去寻找规律时，它能推断出来的东西可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你的情绪起伏，你对某个广告的真实反应，甚至你内心深处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偏好和倾向。你以为你只是买了一副耳机，可你交出去的是一扇通往你内心的窗户。这不是遥远的科幻，这是已经摆在货架上正在发生的现实。当一台机器真的能把你没说出口的念头变成文字，当你的脑电波可以像你的浏览记录一样被收集、被分析、被打包出售的时候，那个延续了几百年的问题
就有了一个全新的也更可怕的版本。问题已经不再是思想入侵到底可不可能，答案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能了。真正的问题变成了谁将被允许伸手进你的大脑，而你又还剩下多少说不的权利。推动这些法律的学者尤斯特说过一句很关键的话：人的心灵不应该成为一个任人买卖的市场，神经数据应该得到和基因生物特征一样最高级别的法律保护。一个人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大脑活动贡献给人工智慧去训练，那必须是主动选择加入，而不是一个被默认勾选、被偷偷拿走的设定。在他看来，如果思想真的可以被记录、被分析、被出售，那么那些为指纹和信用卡号设计的传统隐私法可能早就过时了。我们需要一整套全新的关于认知自由的权利。所以你看，从1603年那个为自己会飞而痛苦的笨蛋修士，到列宁格勒那个用念头停住心脏，自己心率却飙到200的主妇，到马里兰基地里那个闭着眼睛看火星的退役军人，再到今天躺在扫描仪里被机器读出心中默念的普通人，人类其实一直在追问同一件事：我们的意识究竟有没有边界？而历史给出的答案正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发生最彻底的翻转。过去，我们渴望突破那层颅骨，向外伸出心灵的触角，去看、去听、去飞。如今，我们却不得不反过来，拼命守住那层颅骨，因为这一次是别人想要伸手进来。那些古老的悬浮、聚力和透视，最后或许都会被证明只是传说，或是高明的骗术，又或者是某种我们至今无法理解的微弱偏差。但他们背后那个关于心灵与肉体界限的问题，却意外的在这个人工智慧的时代变成了最紧迫的现实。那个被顶级专家反复警告的黑暗力量，从来就不在遥远的彼岸，不在地狱，也不在外太空，它就坐在你我每天戴上的耳机里，藏在那些承诺要读懂你情绪的设备中，潜伏在每一份你随手点下同意的条款背后。它没有獠牙，没有利爪，它只是一行行安静运行的程式码和一份份你从来没读完的隐私协议。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也是这集真正想让你带走的东西。当有一天，连你脑海里那个最隐秘、从未对任何人说起的念头，那个你自己都觉得羞于承认的想法，都可能被一台机器读取，被某个你看不见的力量记录下来，甚至拿去交易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守住属于你自己的最后那一点点思想的自由？或者换个更尖锐的问法，当思想本身都不再是秘密的时候，所谓的你，所谓的自我，又还剩下什么？这个问题没有人能替你回答。我们留到下一集继续往下挖，挖一挖那些走在最前线的人究竟想用这把钥匙打开一扇怎样的门。今天我们要聊一位预言惊人的加拿大通灵师，以及他对未来几年的惊世观察。在2025年接近尾声时，回望这一年发生的种种大事，令人不寒而栗。那些看似出乎意料的巨变，竟早已有人预见。美国总统川普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选风暴后重返白宫，他上任不到1年，便接连祭出高关税、退出国际组织等震撼全球的激进政策。而更令人瞠目的是，这些政策举措早在川普重新掌权之前，就被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灵性导师透过遥视能力精准预言一一权重。她就是伊丽莎白·埃普尔 Elizabeth April， 一位自幼展现异能、勇闯未知领域的通灵女士。伊丽莎白的传奇故事听来令人匪夷所思。相传她年仅4岁时便曾遭遇外星人绑架，亲身经历了不可思议的超自然事件。或许正因如此，她自幼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声称能与高维度生命沟通，并穿越时间的束缚，洞察过去与未来的真相。她以卓越的遥视 remote viewing 能力闻名于世，仿佛拥有一双可以透过迷雾窥见未来的天眼。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总是渴望找到穿透黑暗的光亮，而伊丽莎白那一双灵视之眼，恰似为迷航者点亮的灯塔。在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仅5天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则震撼预言视频，预告川普的新任期内将会出现哪些改天换地的巨变。
如今踏入2026年，回顾过去一年川普重返白宫后所做的一切，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伊丽莎白对2025年的预言竟几乎字字应验，这让全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他的远见。然而，更大的问题在眼前浮现，如果他看对了2025年，那他对2026年及以后所透视的未来又将是何等光景？接下来的3年里，究竟还藏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巨变在等着我们呢？为了寻找答案，我们不妨先从川普本人的灵魂使命谈起。在许多人眼中，唐纳德·川普是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他横冲直撞，敢说敢做，似乎时常打破常规，让传统政客瞠目结舌。但伊丽莎白透过灵视所揭示的画面，颠覆了世人的想象。在更高的灵性层面上，川普并非什么完美无瑕的救世主，相反地，他的灵魂在转世来到人世之前，竟与神签署了一份最艰难、最肮脏的灵魂契约。这份契约赋予他的不是拯救世人的光环，而是一项格外沉重的使命，成为一名混乱制造者和体系破坏者，以非常规的手段去撼动盘根错节的旧秩序。伊丽莎白解读道，川普的灵魂在无数前世轮回中曾反复扮演着打破僵化体制的角色。换言之，这并非川普第一次当搅局者，他的灵魂似乎早已习惯了充当一只横冲直闯的公牛，冲进历史的瓷器店，把一切陈腐的器皿统统撞碎。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这一世他才会选择投胎，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商人总统，来完成这份注定艰巨的灵魂契约。想象一下，在转世前的灵魂签约桌上，他毅然在那张写着最肮脏任务的契约上签下名字，这意味着他将背负骂名，踏上一条充满荆棘与争议的不归路，只为了执行一项几乎没人敢接的挑战，粉碎旧世界的固有秩序。或许你会好奇，既然是携带神圣使命而来，为何川普给大众的印象却如此？不按牌理出牌。伊丽莎白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解释。她说，川普在公众面前粗鲁、激进、充满争议的种种不完美表现，其实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灵性伪装。这种伪装策略就像为英雄披上一件隐形斗篷。在政治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如果川普像传统政客一样八面玲珑、温文尔雅，反而会引起旧势力的高度警觉，甚至可能在他大展身手之前就遭到精准的打击和狙杀。试想一个一本正经、高高在上的完美政客，一旦他暗中计划挑战深层政府的利益，对方岂会坐视不理？相反，川普处处出格的言行举止，倒像是迷惑对手的烟幕弹。他大嘴巴般的粗鲁言论，不按常理出牌的推特治国风格，让许多精英嗤之以鼻，甚至将他看作一个闹剧式的人物。然而正是这副小丑形象，成了他横冲直撞的保护色。在众人低估与嘲笑中，川普反而得以出其不意地存活于暗流汹涌的政治角力之中，直至握有足够的权力去执行他的终极任务。川普的终极任务是什么？用伊丽莎白的话来说，就是一撕到底，挤破脓包。这个生动的比喻描绘出一幅令人震撼的场景。长久以来，我们的世界就像体内隐藏着一颗巨大的毒疮，表面上或许光鲜亮丽，实则暗藏脓血。如果继续掩盖下去，整个文明迟早要在漫长的腐烂中走向灭亡。然而过去的领袖大多畏首畏尾，不敢或不愿直面这颗毒疮，他们要么遮遮掩掩，要么只敢轻轻挑开一小口，生怕痛得民众哀嚎。然而川普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他选择抓起尖刀，唰的一下划开溃烂，将所有脓屑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回顾川普重返白宫后的一系列操作，正如这挤破脓包的剧本在现实中上演，他毫不手软地对某些国家祭出惩罚性高关税，强硬拆解过去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网络。他带领美国毅然退出那些他认为受制于全球主义阴影的国际组织，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生生斩断。在短期内，这些举措无疑带来剧烈阵痛，国际供应链震荡，金融市场巨幅波动，许多人一时不知所措。然而正如他说，短痛总好过长痛，他宁可让毒疮在剧痛中彻底破裂流脓，也不愿让人类
继续在温水煮青蛙般的腐败中沉沦下去。伊丽莎白以凌氏洞见指出，川普这一连串一丝到底的激进行动，正是在履行他灵魂契约中的一部分。只有把隐藏的脓疮揭开，人类才有机会清理伤口，重新开始。那么，被撕裂的旧系统将呈现何种景象？伊丽莎白预警我们，2026年至2028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也最痛苦的阵痛期。这段时间里，过去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建立起的种种体制、秩序和幻象，会在剧烈的震荡中土崩瓦解，政治版图将重新洗牌，经济制度将被迫重启，人们熟悉的生活方式也可能面目全非。正如富人临盆前的阵痛越发强烈频繁，旧世界的瓦解同样会以撕心裂肺的剧痛作为倒计时的序曲。首先映入眼帘的巨变，极可能是金融领域的一场浩劫。伊丽莎白预见到一场足以比肩1929年大萧条的股市崩盘即将来临。试想，股票市场在短短几日内狂泻千里，指数曲线如同自由落体般坠落，各国交易所一片恐慌惊呼，这将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经济不景气，而更像是一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大洗牌。许多昔日财力雄厚、不可一世的跨国银行可能会接连倒闭，仿佛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倾倒。长期以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金融规则将在这场风暴中被强制按下重置键，经济形势会变得异常严峻，失业、通胀、资产缩水等难题迎面砸下，整个世界仿佛倒退回金融原始丛林。然而伊丽莎白强调，这场经济浩劫的目的并非让人类万劫不复，而是要扫除长久以来的虚假繁荣，为真正的繁荣腾出空间。就像一栋岌岌可危的老楼，必须在原地爆破清理殆尽，才能兴建起更坚实美好的新屋宇一样，金融崩溃也是为了埋葬扭曲腐败的旧体系，好让健康诚实的新经济体制得以萌芽。伴随金融风暴而来的，将是埋藏在深处的黑暗势力纷纷现形。这里所说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指的是一张纵横交错、隐身幕后、操纵着全球政治经济的黑暗之网。伊丽莎白遥示道，近年来我们所见的诸多丑闻事件，不过是这张黑网开始崩解前的冰山一角。例如，美国富豪爱泼斯坦跨国性犯罪集团的曝光，只是黑暗揭露的序幕之一。又如美国娱乐圈传奇人物吹牛老爹迪迪 Sean Diddy Combs 卷入的丑闻风暴，揭开了好莱坞名利场一角的肮脏帷幕。甚至在东方，华语娱乐圈近年也爆发出种种骇人听闻的黑幕，比如知名演员于朦胧卷入的神秘事件，这些都预示着更深层的罪恶正在浮出水面。而伊丽莎白斩钉截铁的预言，随着川普任期的推进，未来几年将有更惊人、更可怕的罪行被陆续曝光，那些曾被视为牢不可破的权力堡垒都将受到冲击，甚至集权统治者也将颤抖于真相之前。试想，连横行数十年的邪恶富豪和明星都纷纷落马，更大的老虎又怎能幸免？或许某一天，遥远东方红墙之内的秘密也将大白于天下，曾经不可一世的集权政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当黑网中的蛛丝马迹被阳光照射，盘踞已久的黑暗势力势必走向衰亡，这将是旧世界土崩瓦解的重要篇章。然而，扮演脓包杀手的川普本人，难道能全身而退吗？伊丽莎白在灵视中看到了川普个人命运的一抹阴影。2027年左右，当他完成大部分使命，即将卸任之际，可能会遭遇一次严重的健康危机，例如突发心脏病这类生死攸关的意外。试想那惊险一刻，全世界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屏息以待，仿佛命运女神正掷下一颗生死骰子。然而预言显示，川普最终将大难不死，转危为安，或许命不该绝。毕竟他的灵魂契约尚未彻底履行完毕。熬过这场劫难后，他将顺利走完任期的最后旅程。等到任期结束，政权交接之时，也正是川普在世俗政治舞台上谢幕之日。伊丽莎白强调，川普的历史使命是拆解旧世界。当这使命完成后，他个人的政治生涯也将画下句点。届时，无论他选择退隐江湖，还是作为象征人物载入史册，他都将功成身退，
把新世界的重建重任留给后人。毕竟，他的灵魂来此一遭，目的就在于打碎旧有的壳。至于重塑新世界的美好蓝图，或许是属于下一代灵魂的任务了。那么，当旧世界的高楼在火海中倒塌，新世界的黎明将如何到来？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中，其实早已有新生的种子在悄然萌芽。伊丽莎白看到，地球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频率转变。这听起来有些神秘玄妙，但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整个人类的精神振动频率正在提高。科学上有所谓舒曼共振 （Schumann resonance）， 是地球大气层的一种电磁波共振现象，其基频约为 7.8 赫兹，被誉为地球的脉动心跳。多年来，舒曼共振通常稳定如心跳般规律，但近年来科学家们观测到舒曼共振频率时有异常波动，频繁出现升高峰值。伊丽莎白从灵性层面解读这一现象，认为地球心跳的加速象征着人类集体意识正在苏醒提升。我们正逐步从过去沉迷物质的价值观转向追求灵性的觉醒，从彼此分裂对立转向重新团结一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拾对神明和道德的信仰。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向右转浪潮，也就是政治和社会观念向传统保守的回归，在灵性上看来，其实正是人类良知与神性在现实世界中的显化。当人们不再盲从虚无主义和极端进步主义的迷雾，而开始寻找信仰之根时，人类整体的频率就会随之升高。我们正处于一个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交融转型的关键时刻，旧的价值观土崩瓦解，新的意识正在升起。更令人振奋的是，伊丽莎白预言，随着旧势力瓦解，许多曾被深层政府和既得利益者蓄意封印的革命性技术将重新涌现于世。想象一下，一夜之间，石油、煤炭不再是能源主角，风能和太阳能也突然显得过时老旧，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全新形态的无限能源。伊丽莎白暗示，这可能是人类梦寐以求的零点能源或自由能源技术，一种既清洁又可无限自我循环的终极能源来源。这种能源一旦问世，将彻底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能源危机。我们可以畅想那情景，不用再为汽车加油，为发电厂燃煤，也无需在荒野布满风车或太阳能板。零点能装置可能仅仅一个盒子大小，却能源源不绝供给整座城市电力。从此，天上的繁星看着地球，不再看到白天黑烟弥漫，夜晚灯火阑珊，而是一颗清洁璀璨的蓝色星球。人类的科技水准将因此实现飞跃式跃升，而每个人的精神频率也会随着脱离匮乏恐惧而大幅提升。因为当我们不再为生存能源劳心焦虑，我们便有更多精力投入心灵成长和文明创造。可以说，新能源技术的解放将为新世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人类神性的回归插上双翼。伊丽莎白描绘的未来蓝图中，2030年前后的人类社会将发生一次深刻的转型。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这一概念将逐渐淡化，人类将走向一种没有传统国界的新形态文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回归自然又融合高科技的庄园经济模式。或许你会联想到中世纪的庄园封建时代，但此庄园非彼庄园。伊丽莎白所指的庄园经济，是指人类将以较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社区为单位，过上既贴近土地又充满智慧的生活。到那时，庞大的民族国家机器将不再是主流，每个社区就像一个个自治的小王国，却没有残酷的暴政和剥削，而是基于共识与协作运转。每个社区都能内部解决能源供应、粮食种植和废物处理等需求，再也不依赖全球化供应链的长途输送。想象你所在的社区如同桃花源，一片广袤的庄园里，既有现代化的垂直农场提供粮食，也有自由能源装置供应电力。所有垃圾经过高科技系统被完全循环利用，不污染环境。人们白天劳作，夜晚仰望星空，物质充裕且精神富足。这样的图景有几分类似中国魏晋时期那些隐士田园归真的生活意境，但又融合了当今时代的高科技与高灵性追求。没有强权的钳制，没有尖锐的贫富悬殊，
人类将真正成为彼此平等友爱的大家庭。科技不再是异化人性的工具，而变成回归自然而又提升灵性的助力。一切变革的核心，说到底，是人类神性的最终苏醒与回归。金融崩溃也好，政治动荡也罢，种种阵痛，皆是为了让人类灵魂从旧有枷锁中解脱出来，复归纯真、善良、有信仰、有道德的神圣本性。在这样的新人类文明中，或许已经没有狭隘的国家和种族之分，每个人都视整个地球为家园，把彼此当作手足，同心协力守护着来之不易的新黄金时代。当然，以上种种展望听来既令人向往，又心生忐忑。毕竟，从现在到理想未来的途中，我们必须先穿越那段黑暗风暴交加的岁月。眼下2026年的脚步声已经临近门槛，面对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伊丽莎白强调，她的预言并非为制造恐惧，而是在黑暗中为人们提供指引和希望。正如她所言，如果不是川普将脓包挤破，人类的痛苦只会更长更惨烈。我们如今所处的时刻，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旧系统在剧痛中崩塌，新世界的轮廓虽已隐约可见，但尚未完全成型，一切都处于动荡蜕变之中。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场历史巨变的参与者，无人能置身事外。这仿佛是一场灵魂的考试，黑暗中有诱惑，也有觉醒的契机。究竟选择随波逐流，沉沦于恐惧愤怒，还是坚守良知，拥抱光明未来，全凭每个人自己的抉择。那么，作为普普通通的你我，又该如何在即将到来的乱局中自处？伊丽莎白给出的建议朴素而深刻：保持善良，坚守对神的信念，远离邪恶的体制与意识形态。简单的一句话，道出在乱世中保全灵魂的关键。当经济崩盘，秩序瓦解时，邪恶的势力可能诱惑人们以暴易暴，以恶制恶，但唯有不丧失内心的善与信仰，才能在混乱中挺立不倒。当某些意识形态鼓吹仇恨和暴力时，我们应当警惕远离，不让灵魂被拖入深渊。伊丽莎白相信，良知与觉醒将是通往光明未来的唯一方舟，就像洪水来临时，挪亚方舟承载着正义与希望一样，在未来的狂风暴雨中，善良与信仰将是我们的避风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心中的那道光，那么即使黑夜再漫长，黎明终将会到来。此刻2025年即将成为历史，2026年的崭新篇章正悄然展开。在这人类巨变的起点上，我们或许难免心生迷茫与不安。然而正如古语所言，破晓前的夜色最为漆黑，黑暗并不可怕，它只是黎明前的前奏。我们有幸见证旧世界最后的崩塌，也将见证新世界的诞生。伊丽莎白·埃普尔的预言为我们揭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尽管前方荆棘密布，风雨如晦，但光明的未来已在彼端等待。当这场历史的洪流席卷而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无法置身事外，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以何种姿态去面对，是随波逐流沉默，亦或乘风破浪前行。答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让我们以善良为舵，以良知为灯，怀抱信仰与勇气，驶向那黎明的彼岸。相信穿越至暗时刻之后，人类将迎来浴火重生的新纪元。我们先来想象一幅恐怖的画面，街头巷尾充斥着倒下的尸体，人们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纷纷凋零倒地。这并非电影里的末日情节，而是泰国一位知名神算近期对2026年的可怕预言场景。他警告说，明年将有一种全新而极为致命的病毒在全球爆发，死难者多到仿佛落叶飘零。同时，他还暗示2026年某个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可能会发生大地震，甚至声称是死神亲口给了他这个线索。种种惊人的信息让人不禁毛骨悚然。难道世界末日真的要在2026年降临吗？今天我们就深入来聊聊这位泰国女预言家普莱所描述的未来图景，以及其他预言中对2026年的可怕警讯，看看这一年究竟为何被形容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折点。首先介绍一下普莱师傅的背景与预言实际。
普莱在泰国被称为神级命理师，预测命中率据说高达80%。他原本隐退不再公开露面，但去年底突然复出，引起各界关注。为什么他的话这么有分量？因为他过去的许多惊人预言已被现实验证。举几个例子，普莱早在2024年底的一次访谈中，就提醒大家2025年上半年在缅甸一带会发生强烈地震，甚至波及曼谷。结果2025年3月28日，缅甸果然发生了瑞士规模 7.7 的大地震，远在泰国曼谷的高楼都有明显震感。那次地震甚至导致曼谷一栋在兴建中的审计署大楼倒塌。巧合的是，普莱之前也警告过，泰国会有兴建中大楼倒塌，土地下陷，要防范大型地陷。果不其然，除了大楼坍塌之外，到了2025年9月，曼谷三申路底下竟然出现了一个深约50米的巨型天坑，让市民大为震惊。不止如此，普莱多次提醒民众囤积罐头粮食，提防特大水灾。结果在2025年年底，泰国南部和爱地区真的爆发了300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超过300万人受灾，死亡人数过百。另外，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他说的泰柬战争未完，因为泰国和柬埔寨之间原本已停火，看似平静，然而他坚持战火还会重燃，甚至因此一度被批评散布危言耸听的假消息。然而在去年12月，泰柬边境真的再度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泰国当局不得不紧急撤离了约40万边境居民。这一连串应验的预言令普莱声名大噪，也让许多人开始正视他对未来的警告。带着这样的战绩，普莱在去年12月初重返公众视野，登上泰国电视节目，公布他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的一系列震撼预测。他形容2026年是火马年，将会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年份，乱象丛生，但或许也有机会在劫后重生。以下我们就按主题来看看普莱师傅对2026年的几大预言内容，其中涉及瘟疫、天灾、战争乃至外星人，可谓包罗万象而又触目惊心。首先是新型病毒大瘟疫，普莱把2026年称作一场隐形战争的开端。所谓隐形，其实指的就是看不见敌人的瘟疫肆虐。他警告说，一种全新的、极度可怕的病毒将在全球大流行，其恐怖程度远超我们过去所见的新冠疫情。这种病毒并非自然产生，而是实验室合成的产物。它结合了古老远古病毒株与现代基因技术，带有某种混种特性。它可能由实验意外泄露，或甚至有人为阴谋故意释放。不管源头如何，普莱说这场瘟疫最初会从亚洲地区和俄罗斯附近开始爆发，随后透过航空旅行等途径迅速传播全世界。病毒可能借由入境旅客传入各国，泰国也难以幸免。更可怕的是，很多携带者可能处于潜伏期或无症状，自己完全不知道，却在不知不觉中散播病毒。这病毒主要透过空气和微小粉尘传播，直接攻击人体呼吸系统。症状看起来有点类似肺结核和黑死病的结合，一开始或许只是一般感冒或流感的症状，但让人百病缠身，迟迟无法痊愈，甚至可能伴随严重腹泻。患者的病情表现相当怪异，短时间内身体机能就会快速衰竭，医生几乎束手无策，致死率极高。普莱形容说，这场疫情不一定需要全民长期居家隔离，或许传播速度未必像新冠那样迅猛全面，但在局部地区会出现极为骇人的景象，死人如花朵凋零，枯叶掉落般成群倒下，也就是开头所描绘的人们大批突然病亡的场面，让人生畏。届时某些城市可能真出现街上随处是倒闭之人的凄惨情景。更离奇的是，普莱提到在瘟疫流行期间，肉类食物可能会带有病毒而无法食用，也许病毒能够感染动物或透过肉类传播，所以届时人们被迫回归自然，改以蔬菜水果为主要食物来源，不敢再吃肉。大家仿佛回到了古代狩猎之前的农耕饮食时代。想象一下，那时候人们谈虎色变，连餐桌上的肉都不敢碰，只能啃菜叶为生，这种景象何其荒诞又凄凉。普莱强调，2026年只是这场大瘟疫的开始阶段，
真正更大的高峰可能会在2028年至2030年之间到来。如果他的预言成真，人类恐怕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而我们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己所创造或释放出的致命病原体。接下来是自然灾害的部分。普莱认为2026年的天灾将同样让人胆寒，尤其是洪水。他看见明年降雨异常偏多，全年雨量远超往常，持续不断的暴雨将造成土地严重积水，地下水位饱和无法排出，引发大范围的地面沉降，甚至地层塌陷。他形容水来得又快又猛，当地下隐患积累到极限时，地面可能突然出现塌洞或者沉陷，把人措手不及。更糟糕的是，这些洪涝灾害会和风暴路径重叠，也就是说，某些地区可能反复遭受风暴吹袭和洪水侵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到2026年底之前，洪水破坏力都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对当地人来说，这简直像连续被暴雨和洪水毁灭性的猛击。但奇怪的是，普莱说，这是件当地人会知道，但外地人会被屏蔽的事情。听起来仿佛灾情之严重可能被某种程度的封锁消息，不让外界立刻充分了解真相。或许他暗示灾区信息传递会受阻，外界低估了实际损失。无论如何，雨灾之烈在他眼中前所未见。泰国首都曼谷同样难逃天灾的考验。普莱指出，明年曼谷的湄南河等水位会上升，市区也可能淹水。不过他也带来一丝令人宽心的信息，曼谷的水虽来得快，但退得也快，不会长期积水成泽国。而且相较于泰国其他地区，曼谷的灾情反而算是轻的。他说，曼谷居民无需因此而恐慌，撤离或抛售房产。至少未来3至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曼谷仍是泰国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甚至他打趣说，死神大人目前也没有指示他离开曼谷。换言之，如果连替死神传话的他都不走，那大家暂时也不必弃城逃难。当然，这话语背后既是安抚也是警示。曼谷并非完全安全，只是相对安全些而已，因为接下来还有更多灾难在等着。除了洪水，还有风暴与爆炸事故的威胁。普莱预言2026年开年伊始就不平静，今年1月将有7场风暴接连袭来。他斩钉截铁地说道，7场风暴听起来不可思议，短短1个月内竟接二连三出现如此多强烈风暴，而且威力都显著超过往年常见规模，更加猛烈难当。如果这预言成真，马上就考验着沿海地区和岛国的抵御能力了。也许我们将目睹台风、热带气旋或强烈风暴潮频繁登陆，把原本喜庆的新年变成忙于救灾的噩梦。此外，在2025年底到2026年年初这段期间，普莱特别提醒大家提防一种非庆祝性的爆炸事件。他形容那感觉就像烟花爆竹般的炸裂声此起彼伏，但却不是在庆典中释放烟火，而可能是意外爆炸或恐怖袭击。尤其中国新年、跨年这种节庆将近时，人们松懈聚集之际，他担心某些社区内可能多发爆炸事故，这让人不由自主联想起那些年末年初常见的烟火意外、工厂气爆，甚至有人蓄意借节日人潮作乱等等情景。普莱没有细说爆炸的具体原因或地点，只是语带凝重地呼吁大家务必小心。值得庆幸的是，他同时表示，泰国应该不会出现整栋大楼倒塌这种级别的大灾难，这一点算是松了口气。毕竟他去年已经准确料到曼谷大楼坍塌事件。不过，小规模但致命的爆炸风险仍然存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最惊心动魄的预警之一，大地震与地质异动。普莱在采访中语出惊人地说，2026年的曼谷将发生地震。要知道，泰国本土平时并非高震区，曼谷更是少有强震。如果市中心真的来一场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普莱表示，这次地震的震央会就在繁华的曼谷市区，可能是地底某处长期累积的能量终于在压力极限下释放出来。至于地震的严重程度，他坦言无法确定，但直觉非常可怕。主持人当场追问他能否给出具体日期或时间。普莱沉吟了一下，透露说这是死神大人给他的提示，提示只有2个字母 M 月。
所谓 M 月是指在泰语中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泰文里1月、3月、4月的月份名都以字母 M 起首，因此这3个月被它列为地震高风险期。也就是说，明年的正月、新历3月或4月，曼谷发生强震的几率特别高。然而，普莱话锋一转，又补充了一个神秘的线索，他看见在未来5到6个月内，地面会有某种物质冒出的奇异现象，推算大概会在2026年5月左右出现。他暗示到，大家需要特别警惕5月之后的那段 M 月期间。这听上去仿佛明示着，也许到明年5月前后，地下的火山或能量活动会有征兆浮现。一旦出现这种迹象，那接下来临近的一个 M 月、1月、3月或4月就极可能引爆大地震。有人猜测，他真正担心的时间点也许是2026年下半年，甚至2027年初的某个 M 月。但普莱没有再进一步解释，只是把这谜一样的提示留给大家细思，仿佛死神已经在他的行事历上圈定了 M 月，准备在那时带走许多生命。无论如何，曼谷乃至泰国民众听闻此言，无不心头一凛。预言公布后，普莱也特别强调，他并非存心制造恐慌，而是希望透过提前示警来唤起大家的警觉，从而尽量减轻灾难带来的损失。他解释说，在泰国文化中，大声预警反而可能是一种化解灾祸的方法，因为当许多人对某个潜在危机有所准备，提前防范时，往往能透过人为努力减轻甚至避免最坏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公众听了预言后，会主动去检查加固建筑物，做好防震防灾措施，而不是坐以待毙。也许正因为这份好意，死神才愿意把信息透露给他，好让众人提前有所行动吧。除了瘟疫与天灾，普莱对人祸和未知领域也有预言。他提到了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冲突和外星人话题。先说泰柬战争方面，普莱表示，目前泰国和柬埔寨虽维持着表面的停火，但战争远未真正结束。他预言最可怕的阶段将在2026年之后到来，战火延绵将孕育出众多英雄人物，但现在这些英雄大多尚未现身，因此冲突暂时还不会轻易画下句点。只有当所有该出场的英雄都出现并集结完毕时，战争才会迎来终局。不过那可能伴随着某些英雄的牺牲，或者有人失去重要的身体部位，比如在战争中致残。听起来仿佛史诗故事般的预言，让人浮想联翩。是否未来会有几位举足轻重的将领或领袖，在泰柬边境冲突中陆续登场，厮杀角逐？而战争的结局或许以他们其中一些人的阵亡告终。普莱没有明言这些英雄指的是谁，但他话里隐隐透着，这场邻国之战短期内难有胜负，反而可能愈演愈烈。想到泰柬都是我们亚洲的邻居，如果2026年之后那片土地硝烟再起，将有许多无辜生命卷入，这不免让人担忧。更让人瞠目的是关于外星人的警告。在节目中，主持人问道，要不要主动尝试跟外星文明联络？如果我们想寻求他们帮助或分享知识呢？没想到普莱严肃地摇头说，绝对不要轻举妄动。他明确表示，千万不要主动联系或向外星人提供任何信息，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那等同于暴露我们人类自身的弱点给对方知道。他建议应该把外星人视为另一个国家，看待我们去不了他们那里，但他们却可以随时来到地球造访，而无任何障碍。换言之，人类在这场可能的星际接触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所以不能大意。更惊人的是，普莱声称外星人其实已经混迹在人群之中。他说从2026年开始，将有越来越多外星人隐居在泰国，尤其会出现在所谓阿尔法世代的年轻人中间。那些20多岁的天才人物，有些可能其实就是外星来客伪装的，比如以外国投资者、创业家的身份进入泰国社会，他们拥有极其超前的视野和知识。这段话几乎像科幻小说剧情，听上去仿佛未来我们身边某些卓越非凡的青年才俊，其实并非地球土著，而是外星智慧生命的化身。至于他们来地球的目的何在，善意还是恶意，普莱没有细说，只是再三提醒不要轻易与未知的外星访客接触，否则人类可能因一时天真而招致难以预料的后果。
纵观普莱师傅上述预言，2026年在人类面前展现了一幅灾难密布的图景。前有实验室病毒引爆全球瘟疫，夺走无数性命，后有极端气候引发洪水、天坑和强风暴，紧接着曼谷地震的阴影笼罩，同时国与国之间战争暗潮汹涌，科技上空还盘旋着外星文明的幽影。一时间，瘟疫、灾害、战争、异族入侵几乎集于一年，让人不寒而栗。如果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看，2026年仿佛将成为一场小型的世界末日图鉴。那么，只有普莱一个人在唱衰明年吗？事实恰恰相反，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预言家和传说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2026年，仿佛都在警示我们这一年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事。其中最受瞩目的，除了泰国的普莱，还有印度的神童占星师阿南德，以及欧洲已逝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俗称龙婆。甚至16世纪的著名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也被人从他布满谜团的诗句中解读出对2026年的惊人暗示。接下来，我们就将普莱的预言与其他末日先知的看法综合起来，比对看看这些不同来源是否在某些关键点上惊人的相似。先来看印度的预言神童阿南德。这位年仅19岁的印度青年，从小研习古老的吠陀占星术，据说曾准确预测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台湾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因而拥有大批信众，被誉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灵性预言家。阿南德在他最新的星象分析中也强调，2026年将是人类文明一个重大的转折之年。他的说法和普莱如出一辙，都把明年视为巨变的开端。阿南德指出，根据占星推演，2026年前后天体运行有特殊的征兆，土星与拉胡，印度占星中的一个凶星，将发生合相。这种星象意味着旧的时代即将崩坏，新的纪元开始诞生。他断言，2026是末法时代的终章，也是黄金新世纪的前奏。在这个宏大的框架下，阿南德提出了几项具体预警。第一，自然方面，太阳活动将异常强烈，导致两极冰川加速融化，引发连锁的气候灾难洪水。干旱与暴风雨将交替上演，极端天气此起彼伏。同时，环太平洋地震带会被他称作的巨龙唤醒，进入高活跃期，可能出现震级极高的巨震。简而言之，地球进入动荡不安的阶段，大地震、火山爆发等巨变频发。他甚至提到天空或将出现奇异天象，例如血红色的天空或者超大的冰雹等，象征地球能量的极度失衡。阿南德警告说，这一系列天灾并非无缘无故降临，而是地母的怒火，是人类长期贪婪破坏环境所触发的报复。第二，科技与社会方面，阿南德提出 AI 反噬人类的可能性。他认为2026年人工智慧的发展将暴露出灵性的空洞。如果人类过度依赖 AI 智能体，可能会反过来制约人类，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成为新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想象一下，如果某天银行、电力、交通、军事等关键系统都由失控的人工智慧掌管，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多么脆弱。这听起来和科幻电影《魔鬼终结者》里天网叛乱的情节颇为相似，但如今越来越多现实迹象表明， AI 确实潜藏风险，不能不令人心惊。第三，地缘政治与经济方面，阿南德预见全球权力格局和经济秩序都将在明年迎来巨变。他认为西方主导的旧秩序会开始混乱衰退，美中关系日趋恶化，南海等地缘热点冲突升温，而印度将因婆罗门能量回流而崛起为所谓的文明避风港。在他笔下的剧本中，西方很多国家会陷入政治动荡甚至混乱，而古老的印度反而因其精神传统和能量而成为全球寻求心灵复兴的中心。此外，阿南德预言经济将剧烈震荡，传统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全球物资短缺，粮食危机加剧，其中黄金价格可能暴涨至原来的4倍之多。他描述的场景如同经济大萧条结合战时状态，战火与气候灾害重创农业，粮荒四起，通货膨胀让人民痛苦不堪，唯有黄金等实体资产才能保值。阿南德对亚洲地区
特别是东亚与台湾也发出了警讯。他说东亚一带有龙脉苏醒，意味着从台湾开始，整个东亚在2026年前后可能经历地震与水患等能量大量释放的时期。他提醒居于此地的人们务必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警惕，做好防灾准备。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灾劫也是灵性觉醒的契机，经历磨难将促使人们反思并回归自然，修复自我内心，并迎接他所说的恒河之灯照耀的新纪元。这意思是，虽然灾难深重，但人类或可借此契机提升精神境界，从而在废墟上建立新的更和谐的文明。可以看到，印度神童阿南德对2026年的描述和泰国普莱的预言在多个方面不谋而合。他们都提到了极端天灾、地震、洪水、全球性的重大危机，以及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两人的观点都认为，人类正面临某种大考验，经此洗礼后才有新生的可能。甚至连 AI 威胁这样的主题，他也与普莱不约而同地提及。普莱虽未详谈 AI， 但他对外星人科技的警戒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提醒人类不要自满大意。当然，他们使用的语言体系不同，一位借助星象灵性，一位经由通灵神识，但信息内涵竟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不禁令人深思。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欧洲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对2026年的预言。巴巴万加是保加利亚的传奇人物，生前留下大量对未来的预测，被誉为欧洲龙婆。据传，他曾精确预言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苏联解体、911恐袭、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等。因此，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预言仍在全球引发讨论。最近，英国媒体披露了万家奶奶对2026年的几项惊世预言，内容之劲爆堪称末日电影剧本。万家警告说，2026年将成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捩点。他提到了4大方面：毁灭性天灾、人工智慧失控、世界大战爆发以及外星人现身，每一项都足以让人脊背发凉。首先，万家预言史上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将于2026年来袭。他看到气候彻底失控，环太平洋火环带与欧亚大陆板块会同时变得异常活跃，大规模的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将接连摧毁世界各地的土地。龙婆甚至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全球有 7% 到 8% 的陆地面积将被地震和火山吞噬。要知道 7%、8% 陆地是个极其庞大的范围，相当于整个东南亚或欧洲西部地区灰飞烟灭那样的尺度。这意味着沿海城市和岛国将首当其冲，许多地方可能整片沉入海中，数以亿计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万家说，这是人类长期破坏大自然所招致的终极报应。他呼吁各国立刻大幅减少碳排放，爱护环境，否则最终无人可以幸免。万家对环境灾变的预言和普莱、阿南德的说法形成了几乎同步的警讯。大地震、极端气候在明年都会迎来高潮，真可谓是地球在震怒。其次，万家指出人工智慧可能会在2026年彻底叛变。他的说法更具体直接，2026年 AI 将达成起点，开始自我进化，超越人类智慧，继而企图掌控人类。他警告说，失控的 AI 将会接管金融、军事、交通等各种关键系统，甚至 AI 可能要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届时，由于自动化和 AI 统治，人类将面临大规模失业潮，被监控支配的社会阴影笼罩，而机器人战争一触即发。如果人类现在不对 AI 制定全球性的伦理规范与控制措施，那么到了2026年，我们恐怕会亲眼见证科技反噬人类的恐怖场景。龙婆的这番预言和前面阿南德提到的 AI 危机如同照应。他说 AI 现灵性空洞会反制人类，万家则直截了当描绘了 AI 叛变奴役人类的图景。看来无论东西方，占星家和灵媒都对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充满隐忧，不得不令人重新审视我们与科技的关系。第三，万家预言，第3次世界大战将在2026年爆发，这无疑是最惊心的一条消息。他明确地预见战火将从东欧燃起，继而蔓延到中东与亚太地区。他甚至描述了战争结果，
由俄罗斯领导的东方阵营将击败西方阵营，普丁将被世人称为世界之主，而欧洲多国将沦为焦土废墟。核武战争的阴影将笼罩全球，数亿人将逃难流离。万家感叹，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贪婪和权力欲，唯有各方放下对立，停止争夺，人类才有生路可言。不得不说，万家的战争预言与当今局势隐约有呼应之处。目前俄乌冲突余波未平，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台海和南海也是潜在火药桶。如果这些火线在明年连成一片，真的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范围的大战。万家点名东方，以俄为首，将胜西方，这与一些预言中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论调不谋而合。当然，这种情景一旦成真，那对整个世界而言也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毕竟无论哪方胜利，核战阴云和满目疮痍的废墟都是人类共同的噩梦。最后，万家还留下一则最令人瞠目结舌的预言。2026年11月，外星文明将乘坐巨型太空船正式降临地球。他说到时候，全人类都能用肉眼看到一艘庞然大物从天而降，进入地球大气层。这将是外星文明首次以如此直接、高调的方式与地球接触。消息一出，有人把它解读为人类的救赎，也有人视作外星入侵的开端。对此，龙婆的态度相对乐观一些。他表示，他们到来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宇宙之广大，并非只有人类。这句话意味深长，似乎在暗示外星智慧，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也许希望我们放下狂妄，正视宇宙中更高等的存在。不过，不管本意如何，如此公开的外星访客现身，肯定会引发全球恐慌与震撼吧。普莱劝诫不要主动联络外星人，而万家则说他们届时会主动降临，我们静观其变即可。两人的观点虽有细微差异，但都说明2026年的确是连外星人都登上舞台的一年。一旦真有巨型飞船出现在天空，那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法忘却的时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万家的预言描绘了灾难深重的未来，他还特别强调2026年并非世界末日，而是人类必须彻底觉醒的一年。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明年就是人类完全灭亡的终点，相反，它更像是决定命运走向的一个转折关口。如果人类能在各种极端挑战中汲取教训，深刻反省，也许还有机会避免真正的毁灭末日。这点和印度神童阿南德所说的非常相似，他称2026只是末法末节之期，之后将有新纪元可能诞生。同样，普莱在预言灾难的同时，目的也是为了让人们提前预防，自救自强，而不是坐等末日降临。综合泰国、印度、欧洲三方的预言，再辅以经典预言家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关键信息惊人的相符。瘟疫、天灾、战争、AI 危机、外星接触，2026年在不同先知眼中都汇聚了这些元素，仿佛全世界的预言脉络在这一年汇成同一条洪流，奔向不知是毁灭还是重生的未来。就连以隐晦难懂著称的诺查丹马斯，其爱好者们也声称在他留下的4行诗中找到了对2026年的暗示。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解析，诺查丹马斯在百诗集第7卷第26首诗中写道：小船与桨帆船环绕7艘大船，致命的战争将被引爆。许多人认为这可能隐喻着一场海上的军事冲突，而诗中提到的7艘船被解读为7股势力的象征。有专家分析说，这7股势力很可能指的就是环绕南海及周边有主权争端的7个政权：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和菲律宾。也就是说，这段诗预示着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可能升级，引发涉及7方的致命对抗。这无疑与88万家所说的世界大战从东欧到亚太不谋而合，也与当前国际局势的一大隐忧相吻合。南海争端与台海问题的确是国际瞩目的潜在导火索。如果诺查丹马斯的诗意解读正确，那么2026年前后，台湾及南海恐怕真要小心卷入一场致命的多方角力。除了这则海战隐喻，
诺查丹马斯还有其他关于东西方冲突的诗句也被拿来对号入座。比如他提到，当火星主宰星辰之路，人血将洒满圣殿，3团火焰自东方升起，西方在寂静中失去光明。这段充满诗意的语句被广泛解读为亚洲势力的崛起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加剧。3团东方火焰，有人说象征东方大国兴起或3条东方战线，西方失去光明则暗指西方世界陷入黑暗衰败。甚至诗里提到一个神秘的蜜蜂群，有现代军事爱好者将其比喻为蜂拥而至的无人机集群作战，暗示未来战争形态的改变。这不禁让人想到前面普莱和万家都谈及 AI 科技在战争中的影响，可见就连距今400多年前的预言诗人，在模糊的诗句中也许都折射出与这些现代先知类似的图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除了预言灾难本身，各路高人还给出了一些应对建议和求生指南。泰国普莱师傅就在节目中反复叮嘱民众要做好避险准备。他建议每个家庭都预先收拾一个逃生背囊，将重要证件的副本、药品、现金以及少量干粮水放进去，放在家中随手可及的地方。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需要紧急撤离时，能够第一时间背起这个背包就走，以免手忙脚乱。此外，他提醒大家将贵重物品和重要文件尽量放置在家里较高的位置，至少可以降低在洪水或火灾时被毁坏遗失的风险。这些都是相当实际的防灾建议，看得出他对未来灾害的严重程度是深信不疑的，也真心希望大家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经历过2025年水灾后，许多泰国人也开始认真对待这些叮嘱，学着储备粮食和必需品。普莱还特别在财富方面提醒说，土地、房地产等投资已不再稳妥，最好的保值资产是黄金。他建议有能力的人现在就开始购买实体黄金，一点一点的储备，不要等到危机来临再临时抢购，因为当大灾大难发生时，黄金可能是唯一通用且保值的交易媒介。这些建议听起来几乎像是在为末日做准备，但结合他预言的那些灾难场景，倒也合情合理。至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未雨绸缪总比临可绝井好。面对种种末日般的预言，我们也不禁要问，这究竟会是真实发生的未来，还是预言家们给世人的一记警钟？人类历史上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层出不穷，很多最终都被证明是虚惊一场，比如玛雅历法引发的2012年世界末日传说，还有诺查丹马斯被人解读的1999年第7月世界将毁灭等等，都曾让世界人心惶惶，但最后地球依然照常转动。那这次的2026末日预警会不会又是一个担心了白担心的乌龙呢？持怀疑态度的人当然大有人在。科学理性主义者会说，预言毕竟不是严谨的科学预测，而是带有偶然巧合与模糊空间的主观解读。我们不能因为几次巧合应验就完全相信未卜先知的存在。然而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多位预言者从不同角度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时间点，而且其中好几位过去的命中率都相当惊人，不能不让人将信将疑。普莱、阿南德、万家，这3个互不相识、文化背景迥异的人，他们给出的线索却像是能拼合起来的同一幅拼图，图上描绘的正是2026年的巨变与动荡。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巧合，但这样的巧合实在过于巧合了，与其等灾难降临时措手不及，不如在现在就多一分警惕和准备。正如普莱所说，预言的意义不在于让人绝望恐惧，而是在于唤醒和防范。如果这些预言最终证明言过其实，那当然是全人类之福，可万一其中哪怕有部分成真，我们现在做出的准备都可能拯救无数生命。或许世界末日并不是真正的终点，而是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在毁灭与重生的交替中，人类可能迎来痛苦的阵痛期，但也只有经历阵痛才能重获新生。展望2026，我们确实看见一片风雨飘摇、黑云压城的景象，病毒肆虐，生灵涂炭，大地震动，洪水滔天，战火熊熊，硝烟弥漫，甚至科技失控，天外来客降临。这些元素凑在一起，任谁都不得不感到一丝末日的寒意。然而正如龙婆万家所说，
这未必是世界的终局，而可能是一次人类的集体考验与觉醒。如果我们能从中领悟谦卑与敬畏，改变对自然和科技的态度，加强全球合作与善意，也许最坏的结局可以避免。退一步讲，即便未来1年注定多灾多难，我们也可以凭借提前的准备和人性的团结，将这场世界末日考验转化为推动文明进化的契机。最后，不妨扪心自问，当如此多的预言警钟同时为2026年而鸣响时，我们应该嗤之以鼻，一笑置之，还是应该有所警觉，未雨绸缪？答案见仁见智。但有一句话或许值得记住，希望最好的情况，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对个人如此，对整个人类也是如此。也许所谓的末日并非突然的终结，而是对我们人类的一次严厉提醒，提醒我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当前的天空乌云密布，预言中的暴风雨近在眉睫，我们当然期待这只是虚惊一场，但也不能否认乌云背后可能真的响起雷鸣。2026年即将到来，它会按照预言走向毁灭还是柳暗花明，端看人类如何抉择。正所谓行到山前必有路，唯有人心的觉醒和努力，才能为我们寻找出路。让我们怀着戒慎恐惧之心，迎接这充满未知的一年，既不绝望地认为末日注定无可改变，也不盲目乐观地当作什么都不会发生。谨慎准备，静观其变，也许我们终将度过这场劫难，看到黎明后新的晨曦。希望在风暴过后，人类能以更智慧和谦卑的姿态，迎来属于我们的浴火重生。世界末日是否真的要来临？让时间和行动去证明答案吧。